欢迎来到 Agent 创世纪。乔治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者提出了名为 Synapse 的大模型记忆架构，它借鉴认知科学中的扩散激活理论，构建了情境与语义双层记忆系统。在实验中，该架构将多跳推理性能提升了 23%， 同时让 token 消耗大幅降低了 95%。这项工作旨在突破现有大模型的上下文限制，赋予智能体真正的长期记忆能力。现有大模型普遍面临上下文孤岛难题，它们在有限上下文中表现经验，但在长周期任务中却无法像人类一样累积经验。分散的记忆碎片之间缺乏关联，导致系统难以进行跨时空的因果推理。这种架构性的缺陷成为了实现逻辑连贯性的核心短板。标准 RAG 在处理复杂推理时存在核心缺陷，它本质上是基于静态向量库的检索，高度依赖字面意义上的语义相似度。如果两个关联事件在文本上没有直接重叠，系统就会彻底失效，这使得 RAG 无法完成跨越时间且缺乏关键词关联的深度因果桥接。针对 RAG 的局限， Synapse 借鉴了认知科学中的扩散激活理论。人类的回忆并非单纯的关键词搜索，而是能量在神经网络中的传递。当一个概念被触发，能量会自动向时间或因果相关的记忆碎片蔓延。这一机制首次被复刻到人工智能中，使智能体具备了生物级的联想能力。Synapse 采用情境与语义融合的双层网络，将静态文本存储升级为动态推理网络，其内部的三维拓扑结构能够模拟人类记忆的联想、遗忘与自我校准过程。该架构让大模型不再依赖单一检索，而是具备了更高级的认知动态特征。Synapse 的运行分为3个核心步骤。首先，构建统一的情境语义图谱，作为融合事件与概念的认知底座。接着，通过动态扩散激活机制，让信息在网络拓扑中自由传导，突破了向量检索的限制。最后，引入元认知校验，利用知晓感作为防线，从而在架构底层精准拦截 AI 幻觉。统一双层网络图谱将原始对话转化为结构化认知，底层的情境节点记录原始事件，顶层的语义节点则承载抽象概念，两层之间通过三维链接建立关联系统，在后台自动提炼对话，告别了传统向量库的扁平化堆砌，为处理后续的高级推理任务铺平了道路。动态扩散激活机制实现了触类旁通的检索效果。首先向初始节点注入能量，随后能量沿网络边缘自动蔓延至相关节点。通过点亮隐含的桥接节点系统，能锁定与问题字面毫无相似性的核心上下文。这种机制通过中间关联点，精准找回了原本难以被检索到的深层记忆。Synapse 引入了侧抑制与时间衰减机制。侧抑制让强信号节点主动压制弱信号干扰，过滤无关噪声，提升检索精准度。同时，随着时间推移，旧节点的能量会自动减弱，从而解决信息过期问题。这让 AI 能够像人类一样，既能保持专注，又能动态掌握用户的最新状态。Synapse 采用了3重混合检索系统，用来优化上下文的排名，其中 50% 的权重来自语义相似度，负责基础的文本匹配， 30% 的权重源于激活能量，用于捕捉深层的上下文联想，剩下的 20% 则是基于 PageRank 的结构权重，用来锁定全局核心实体。这种多维评分体系让检索结果比传统方法更加精准和全面。为解决大模型的幻觉问题， Synapse 引入了模拟人类知晓感的元认知校验机制。系统会实时监控检索时激活的能量水位，一旦最高能量低于 0.12 的安全阈值，就会主动触发拒绝机制并回答我不知道。这种底层的能量门控从根本上杜绝了 AI 凭空捏造事实的可能。Synapse 接入了严苛的 Locomo 长周期对话基准测试，该测试平均上下文长度达16000个 token， 并包含35次独立的跨度绘画。不同于简单的单轮问答，这种环境全方位考察了 AI 处理超长上下文的多跳推理与时间线更新能力，堪称真实的极限挑战。在严苛的基准测试中， Synapse 展现了统治级的性能，其加权平均 F1 分数达到 40.5 分，较之前的最优模型提升了 7.2 分。在与 Zap、Memory OS 以及 AIM 的对比中，
该架构毫无悬念地取得了综合任务第一。这种性能的跨越，标志着大模型记忆能力实现了系统级的进化。在多跳推理能力方面， Synapse 实现了 23% 的显著提升。面对需要拼接多重线索的复杂提问，传统 RAG 往往会在检索第一步就丢失线索，而该架构凭借图谱能量的传导机制，能够推导出隐含的逻辑关联。这一特性让它的 F1 分数从传统方法的 27.0 跃升至 35.7。Synapse 展现出极强的时间感知能力，凭借时间衰减机制，它能动态降低过期信息的权重，从而在复杂问答中精准提取最新事实。实验显示，其时间感知评分为 50.1， 显著高于传统最佳水平。这有效解决了传统模型因固守旧信息而产生的静态偏差。Synapse 在对抗测试中表现出坚如磐石的鲁棒性，面对刻意捏造事实的诱导提问，其抗欺骗率高达 96.6%。它不靠盲目猜测，而是通过能量门控精准识别证据缺失状态，这从根本上消灭了因语义漂移导致的严重幻觉问题。Synapse 不仅表现稳定，在效率上也实现了质的飞跃。面对超长上下文，传统方法通常全量塞入16900个 token， 导致极低的运行效率。而该架构凭借精准的局部子图激活，单次查询平均仅需814个 token， 消耗惊人地降低了 95%。这种精准激活不仅节省了计算资源，还避免了无关噪音对 AI 注意力的干扰。高级架构并未导致系统臃肿，反而实现了性能的全面跨越。得益于拓扑优化，其处理延迟从传统 8.5 秒缩短至 1.9 秒，仅为原来的1/4。同时 API 成本也从每1000次查询 2.67 美元断崖式降至 0.24 美元。这些数据证明 Synapse 真正实现了更准、更快、更省的生产级可用性。Synapse 与其他架构存在显著代差，相比于传统 RAG 或 Graph RAG，它在具备多跳推理能力的同时，还保持了极高的 token 效率。此外，它成功整合了防幻觉机制与动态时间感知。这种多维度的功能优势，使其在局部关联检索等核心指标上全面超越了现有的 OS 级记忆模型。Synapse 通过具体案例展现了直击本质的推理能力。面对苏斯博士的书在哪儿这类提问，传统检索因缺乏关键词匹配而失效。但该架构能精准识别人物，并关联其收集经典书籍的习惯，从而推导出隐含信息。这种图谱便利机制实现了深度逻辑传导，而非死板的字面搜索。消融实验证明 ，Synapse 的每个组件都不可或缺。移除原认知校验后，抗欺骗率会从 96.6% 暴跌至 67.2%， 幻觉防线随之崩溃。若缺少时间衰减机制，时间推理能力甚至会直接暴跌至 14.2%。这些数据表明，该系统是微观认知动力学与宏观拓扑的完美协同，各部件精密互补且毫无冗余。乔治亚大学等机构的这项研究重新定义了大模型的认知边界。Synapse 标志着人工智能记忆正从静态存储向动态仿生演化。它模拟生物大脑的扩散激活机制，实现了从数据堆砌到自制认知的跨越。这不仅是性能分数的领先，更是迈向自治型智能体新纪元的里程碑。未来，这种融合认知科学的架构将成为构建长期记忆 AI 的关键方向。